如果半夜有人发消息说你的男友想杀你，你会怎么办？接上文，一条来自微信的好友申请，申请来源来自我们小区的物业管理群，而他发过来的备注信息更奇怪：快逃，你的男朋友想杀了你。这消息来得莫名其妙，没头没尾，可联想到今晚可怕的遭遇以及门前宠物的尸体，我还是鬼使神差的就按下了同意好友申请。正在思考跟对方说什么，那边却立刻就发了一条消息过来：你是15号楼4-401的女住户不？快跑，你男朋友要杀了你。又是这句话，我打了个问号发过去。你是？对面很快回复：我是住在你对面楼的住户，我今天晚上睡得晚，本想打开窗户通通风，结果没想到会看到你男朋友拿刀想杀了你，你的狗护主想咬他，他这才拖着狗出了门。我本来想上门提醒你，但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你家的门牌号，而当时你男朋友刚好回来，他撒谎骗你有歹徒闯入，我不敢贸然出现，所以只能从群里加你，提醒你一声，他在骗你，根本没有什么歹徒闯入，变态就是他。姑娘，快跑吧，你这男朋友不对劲。对面的消息一条跟着一条，足以见发信人的急切。可我跟男友在一起1年多了，感情一直很好，而且我们从不吵架，他更没有任何理由要杀我，所以我只觉得离谱，只能问对方还有没有其他证据。这次对面发了一张图片给我，拍下的我住的这间卧室，照片不清晰，只能看到一个人影站在床边，手里提着一把刀子，低头盯着床上睡着的人。可哪怕如此，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那个拿着刀的人，就是我男朋友小雨。或许是见我长时间没反应，又说你这男朋友看起来不对劲，最好还别惊动他，你害怕的话可以来找我，我送你去派出所。可我却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回复，我想不明白男友为什么要杀我，会不会是有什么误会？我还不愿意相信自己深爱着的男友会是想杀了我的变态。我发消息问对方的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，等回复期间，男友却忽然在客厅喊我：药箱找到了吗？我这才回神，我是进来找药箱给他包扎的，赶紧拿上药箱走出去，定了定神，到底没跟男友提起微信上那个人的存在。我准备给男友清理伤口，可却发现他胳膊上血肉模糊，似乎并不像是利器割伤，反而像是动物牙齿撕咬。可男友说他的伤是在跟歹徒缠斗中被砍的，再加上我刚才提起报警时，男友立刻阻止，而且态度古怪。难道他真的在骗我？所谓的变态根本就不存在，而想杀了我人的就是他。我心神恍惚，手上动作难免忽视，在想什么。忽然被男友声音惊醒，抬头才发现他正直勾勾地盯着我，我心里发虚，下意识掩饰自己的失态，没想什么，就是有点害怕。怕什么？但却没想到他会继续去追问，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。怕那个人还会再来，不过还是先包扎吧，不然容易感染。我硬着头皮转移话题，好在他没再质疑，伤口很快就清理完了。擦掉血迹之后，被兽牙撕咬的痕迹越发明显，我忍不住开口试探：陈薇，你这伤口需不需要打疫苗啊？可他却像听不懂似的问我打什么疫苗，这伤是被刀割的，又不是被狗咬的，为什么需要打疫苗？他神色阴沉，盯得我头发发麻。怎么？难道你觉得我是被狗咬了吗？你不信我说的话？我赶紧否认，没有，我就是问一句，怕你破伤风。可能是喝了太多水，我先上个厕所。说完这话，我几乎是逃一般的跑进了厕所里。厕所空间狭窄，又是全封闭的，终于给了我些安全感。我蹲在地上，死死攥着手机。如果他真的想杀了我，那我该怎么办？我不知道在厕所里躲了多久，却忽然听到客厅里传来了翻箱倒柜的声音。他在外面干什么？我觉得奇怪，也知道不能一直躲在厕所里，所以便起身走了出去。这才发现陈薇不知从哪儿找出了很多用来加固门窗的安全锁，他此时正在挪动家具，把那些加固的安全锁一一装在门窗上。这是在干什么？我问他，头也不回地答道：把门窗封起来，这样那个人再来的时候就不会那么轻易地进来了。那为什么不直接报警？我不是说了，现在没有证据，那个人又跑了，警察抓不到他的，是抓不到，还是根本就不存在？这话我没敢问出来。环顾四周，屋内所有能离开的门窗全都被封死了，甚至连通向阳台的玻璃门都被一个巨大的安全锁死死抵住。我们住在15楼，如果是防外面来人闯入，有必要做到这种程度吗？而且数量如此庞大的安全锁，他又是什么时候买的？今天有人闯入是突发事件，可他却早在很久之前就买好了这些东西。这一切真的只是巧合吗？我没来由的又想起了小雨发给我的那张照片，照片里陈薇提着刀，就那么站在我的窗边盯着我，而我却对此一无所知。陈薇此时已经装好了全部防盗锁，起身朝我走过来：你今晚吓坏了吧？去睡一会吧，我来保护你。可我却心里发沉，下意识后退避开了他的怀抱。他有所察觉，皱眉问我怎么了。我使劲控制着让自己声音不要发抖，没什么，就是觉得我们自己想办法，终究不如直接报警。我们要生活要工作，总不能一直躲在家里吧。可无论我怎么说，陈薇却还是摇头，不能报警。我心里发沉，为什么不能报警？他察觉我情绪不对，不答反问：你现在是在怀疑我？我一向不会演戏，只能低头避开他的视线，往门边挪动。安全锁的钥匙我刚刚已经攥在手心了，只要在他没发现的前提下多拖延一点时间，总能打开门锁逃走。我心跳极快，
可却忽然听到面前的男友叹了口气。他说：“月月，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跟我说过一件事儿？”我没出声，等着他继续往下说。你当时跟我说，总觉得每天下班回家都有人在后面跟着你。我一愣，这才想起当时的确有这么一件事。我跟陈薇是去年在一起的，恋爱之前我还是一个人独居，当时为了安全，特意在治安好的小区租了套1室1厅的小户型。但我当时上下班要坐地铁，出了地铁还要步行几百米才能回家。那段时间，哪怕是待在家里，我都经常有种被人窥探的感觉。有时候是走在路上感觉身后有人，可回头又什么都看不到；有时候是放在门口忘记丢的垃圾，下班回来就发现里面的东西被人翻了一遍；晒在楼顶公共晾衣区的衣服，经常莫名其妙的消失。更恐怖的一次，我甚至发现卧室桌上的摆设无缘无故的变了地方。我当时吓坏了，联系房东反映这事，房东却说2把钥匙都在我手上，除了我没人进得去我家，而且之前住户也是个女孩，根本没遇到过这些。房租不退，搬家成本又极高，我只能在家里装了摄像头，又根据网上的独居经验，特意买了2双男士拖鞋放在门口。这么战战兢兢过了2个月，倒是没再遇到什么怪事。后来跟男朋友在一起之后，我就跟他说了这事儿，他听了非常担心，当时就要帮我搬家，哪怕我反复拒绝，还是坚持不懈的劝说。再后来，我俩感情稳定，未来规划里也有了攒钱买房这一项，这才顺理成章的搬到了一起，离开了那间出租屋。那件事隔得太久，我几乎都要忘了，更不知道陈薇忽然提起是什么意思。见我表情疑惑，他这才接着说：“我怕吓到你，所以昨天才没有跟你说这事，但这事还是告诉你比较好。我怀疑昨天晚上来的那个人，跟当初骚扰你的或许是同一个。”我一愣，连背后偷偷开锁的动作都停下了。而陈薇并没察觉，还在继续说：“其实当时你跟我提起这事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不对，所以一直在调查。后来才发现，在你前面住那房子的女孩，就是因为不堪骚扰才搬走的。而且那女孩搬走之后，没过多久就被残忍杀害了，强加碎尸，凶手在逃。而当我拿着新闻找上门的时候，你那房东这才承认，说他早知道那女孩被杀的案子，只是担心影响房屋出租，所以才一直隐瞒。”而且那是一起连环凶杀案，凶手是个彻底的变态，专门挑选独居女孩下手，并在长时间的威胁偷窥后对目标实施奸杀。他手段阴狠，一旦选中目标便不会轻易放弃，而且极其享受目标察觉被偷窥的恐惧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初我会那么希望你搬家。陈薇表情沉重，那人是个彻头彻尾的变态，被他盯上的女孩目前还没有一个能活过1年，而他实在狡猾，直至今日警方也没能找到他的下落。听到这话，我不由脊背发凉。从我最开始察觉被人跟踪，到现在马上就快要到1年了。陈薇又说，其实我早就尝试着联系过警方，但我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你是被他盯上的目标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警方也无法立案，所以怪不得他最近的举止会这么怪异，怪不得他半夜不敢睡觉，拎着刀守在我身边。原来他都是想保护我。我心情十分复杂，那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？我不想看你整天提心吊胆的，而且都过去这么久了，我以为自己可以保护好你，不让你受伤害。但今天晚上，我根本不知道他是怎么闯进来的。他有钥匙，而且还对我们家里的布局了如指掌，像是蓄谋已久。可我根本就没察觉，而且不知道他给贝贝下了什么药，叫贝贝疯了似的扑过来咬我。我不得已才……对不起，月月，我撒了谎，我怕你怪我害死了贝贝。你也是没办法。看着面前愧疚的男友，我心里一阵发酸。他都是为了我却还怀疑他。电光火石间，我却忽然想到了那个叫小雨的邻居。今天晚上那人的微信添加申请来的实在是太巧了，他说住在我家对面楼，还说看到了我男朋友杀狗。我之前因为照片对他深信不疑，可现在想想却处处都是漏洞。他说他无意间目睹这一幕，所以想上门救我，这才赶过来，并看到了陈薇杀狗。可这话本来就不合理，他如果只是个普通人，目睹有人杀狗，恐惧之下只会想到报警，怎么可能想上门阻止？而且我在户主群里从没说过话，更没改过备注，可他却极其精准地报出了我家楼号以及门牌号。按理说他不可能知道这些，除非他就是当年的那个变态，为了达到目的，所以一直跟着我，甚至不惜在同个小区租房，只为了跟踪监视方便动手。而他加我微信劝我逃跑，恐怕也不是为了救人，而是想骗我出门，这样才能越过男友杀了我。想清楚这些，我只觉得毛骨悚然，无比的后怕。幸亏我没有直接听信他的话，开门逃走，不然我现在恐怕就已经没命了。不过月月，你今天好像一直都很怕我，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？我放下手里的钥匙，决定不再隐瞒，直接把手机拿给了陈薇，调出了跟那个邻居的聊天界面。你看这个。陈薇看到之后，却皱了下眉说：“这不是今天的照片。”我一愣，没明白他的意思。陈薇这才解释，这张照片是昨天拍的，因为上一个女孩死亡的时间是周五，所以每当周五我都不敢睡觉，整夜的守着你。而我今天太累了，所以睡得很早。今天是周六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叫小雨的人根本不是无意间看到我家的情况，而且几乎每晚都在偷窥，这才拍下这张照片，甚至找到了陈薇早睡的时候，准备趁虚而入。那现在怎么办？陈薇表情凝重地说：“无论如何，现在家里都是安全的，我们先等到天亮，再想办法。”我点头，从陈薇手里接过手机。她受了伤，身上又有血，走进卧室准备换掉身上被扯破的衣服。而她刚离开，我手机里却忽然跳出了一条新消息，是小雨发来的，不要相信他的任何话。我皱眉，本来想直接拉黑这个人，但又怕打草惊蛇，所以还是放弃了，想着只要忽视他的消息就好。但对面还在继续发消息，他可能会骗你，说他是好人，只是为了保护你才杀了你的狗，但你不要相信他。说实话吧，我其实是一名警察，专门调查几年前的一起连环杀人碎尸案，而你的男友陈薇目前是最大的嫌疑人。
这人怎么越编越离谱？我这样想着，但却没想到，跟着这句话一起发过来的，还有一张被打了码的警官证。凶手有严重的心理问题，暴力、狡猾，还很聪明。他最想看到的就是被害者在临死前的震惊和恐惧，所以他在杀人之前，一般都会先接近目标，与其交往并建立深厚的感情联系，之后才会露出真面目，用亲密之人的背叛和死亡反复折磨，直至被害人情绪彻底崩溃，他才会满意，动手杀人，并将其碎尸。如果我们的调查没错的话，你应该是在去年2月份跟他在一起的吧？而跟他在一起之后，你先后换了3份工作，与亲人朋友间的联络也趋于减少，你社交圈中的其他人渐渐消失，只剩下了他一个。这是他惯用的手段，与你同住，既将你作为人质，叫警方不敢对他实施抓捕，同时又对你实施心理干预，导致你对他这个人的依赖大大超出正常的亲密关系。这样，在你发现真相时，你感受到的背叛感才会更加强烈，他也就更有成就感。他早从1月份就开始跟踪你，偷窥你，了解你的喜好，再伪装成你喜欢的样子出现在你面前。被他盯上的目标，无人能活过1年，所以时间紧迫。今天就是警方迫于无奈组织的营救行动。我们本来想救你出来，可没想到却被他察觉，任务失败了。消息一句连一句的发过来，我没有回复，却也没有退出这个界面。是对面人的话，很精确地指出了我目前的状况。我跟陈威是在书店里认识的，因为都想看同一本书的最后一部，所以互相留了联系方式。后来就从交流读后感演变成了经常约饭，再到后来就成了男女朋友。他帅气高大，日常相处又处处贴心礼貌，更重要的是我俩兴趣爱好相似，平时有聊不完的话题。而且他对我的喜好了如指掌，又温柔的恰到好处，简直是完美男友。我经常开玩笑说他仿佛是为我而存在的完美男友。可现在顺着对面那人的思路联想，我却只觉得后背发寒。如果他就是那个变态，最初的偷窥，后来的偶遇，乃至于我们以结婚为理由提出的交往，其实都是假的，只是他为了达成目的而布下的陷阱。可这怎么可能呢？他那么温柔，那么善良，或许是我长久没回复，那边终于又发了一条消息过来，说我知道你不信，不过你可以去次卧的衣柜里看看，里面有你想要的证据。我攥着手机的手一片冰冷，但到底是按那个人所说的，转身走进了次卧。我跟男友租的房子是个2室1厅，也有2个衣柜，但次卧那个衣柜的使用频率很低，这还是自从我搬进来之后第一次打开它。当柜门敞开的一瞬间，我却愣住了。衣柜不空堆了很多东西，但也不乱，甚至可以说是摆得井井有条。里面放了很多不同的工具，有斧头、电锯、砍刀、匕首，甚至还有好几把菜刀叠放。显然是用。自我意外失明后，感觉老公像变了一个人，其他的细节就更加添加了我的恐慌。那天睁开眼睛的时候，眼前依旧一片漆黑。我摸了摸手腕，能清楚地感觉到被绑的痕迹。坐起来的时候，身上还是酸疼的。我摸了摸身边，床单已经凉了，显然老公已经起来了。自从我受伤，无论什么情况，他总是早我一步起床。我感觉上身有些冷，发现昨天晚上睡觉时还穿在身上的衣服，此时已经不知道在哪了。我摸索着衣服，却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。今天能看见吗？张明沙哑的声音在门口响起。我摇了摇头，他语气没有丝毫波澜。出来吃饭吧。我让张明先出去。听到关门声后，我摸索着找到了我的衣服，却感觉这些衣服的感觉是我之前没有买过的款式，但我也没有在意。突然，我听见门口传来一阵压抑的喘息声。自从我失明之后，其他感官格外敏感，喘息声虽然很轻，感觉尽量是在控制，还是被我听见了。张明居然没有离开，他只是关上了门假装走了，然后在门口偷窥我换衣服。我内心升起一股恶寒，这已经是这个星期的第4次了，但是我不敢表现出一丝的抗拒。1个月前我出了一场车祸，命保住了，只是眼睛看不见了。权威专家都说我的失明只是暂时的，但我心情却一直低落。还好老公张明一直鼓励我照顾我，什么家务活都不让我做，让我谨遵医嘱好好休息。但是从我受伤后到现在也没见过一个外人。张明说不能妨碍我休息，但我心里一直有种奇怪的直觉，而且他每天早上都会问今天能看见吗？他一向脾气暴躁，很少会这么有耐心地询问同一件事情。但这次车祸过后，我发现老公张明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。本来我还觉得挺暖心，直到遇到一些细节就增添了我的恐慌。那次我无意间碰到他手的时候，发现他居然在戴着手套。家里也没有什么需要戴着手套的活啊，他戴手套做什么？张明说医生说我眼睛的恢复一定要注意，不能感染，所以他戴着手套保证卫生。直到那天我摸索着走到卫生间，结果一个拖把把我绊倒了，我脚下一滑摔倒在地上。听到被拖把带倒的卫生间里的瓶瓶罐罐，我条件反射地抱紧自己的身体。张明冲进来的时候，我身体抖得更厉害了。出乎我意料的是，他只是将我扶起来，语气关切地检查着我的状况。自从我出事之后，张明的嗓子就因为上火哑了。知道之后，我是有些受宠若惊的。我刚想说没事，在触碰到张明的手的时候愣住了。他无名指上的茧子去哪了？张明的无名指有一个厚厚的老茧，那是他曾经做苦力的时候留下的，没办法去除，现在却不见了。开始我还以为是我摸错手里，但是2只手都没有。我试图更仔细地摸索，却发现张明的手比之前宽大细腻不少。我还想继续的时候，张明却将手快速地抽走，扶起我的肩膀，走到客厅继续他的工作。坐在沙发上，听着原本让我心安的键盘敲击声，此时我却浑身冰冷。所以这就是他最近一直戴着手套的原因吗？一个让我又惊又怕的念头席卷了全身。这个每日和我同床共枕的男人，不是我老公张明，而是一个陌生的男人。间触碰到老公的手，却发现他无名指上厚厚的老茧没有了，而且他的手比之前宽大细腻了不少。一旦有了怀疑的念头，就开始生根发芽。之前的一些被我忽略的细节，都在此刻被无限放大。
比如张明不会和我一起睡觉，总会在我睡着之后才躺在我身边，而且我累得昏睡过去之前，明明记得自己是穿着衣服的，结果早上醒来就是光着身子。偶尔几次半夜被噩梦惊醒，我都能感受到从后面投过来的炽热目光。张明根本就没有睡觉，他在一直盯着我。想到这，我开始忍不住浑身发抖。张明应该是注意到了，走过来坐在我身边。感觉到他的靠近，我下意识的想要站起来，但是克制住了。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他声音听起来十分关切。我想吃香蕉了，老公。我心思一动，决定试探一下。香蕉？你等下。张明很自然地将香蕉递到我面前。不，你先吃第一口，你最近辛苦了。我抓着他的手撒娇的让他吃第一口香蕉。张明快速地将手抽回，说自己来。我一直注意着他的反应。2分钟过去了，张明居然没有呼吸困难。我手脚开始冒冷汗。我终于确定到眼前的男人不是我的老公张明，因为张明对吃香蕉过敏。他是谁？他为什么要假扮我的老公？我老公在哪？我食不知味地将香蕉吃光，然后以困了为由说要回房。这个男人扶着我的胳膊，搂住我的腰，说带我回屋，指甲使劲扣着我的掌心。我一定要表现得自然，不能露出一点破绽。我躺在床上，张明调好助眠的音乐，将2粒药丸放到我手中。吃完药，早点睡。我知道他在看着我，我只能把药放进嘴里。盯着我吃完后，我听到了轻轻的关门声。我装作和往常一样上床睡觉，我极力抑制住身体的颤抖。在不清楚这个男人是谁之前，我不能露出一点破绽。我明显感觉到靠门的位置呼吸声轻微的加速，虽然隔着音乐，但是我的耳朵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同。我知道我的面前一定有个目光锁定了我，我只能将被子往上拉了一拉，挡住那道灼热的目光。我努力地控制自己的呼吸频率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细小的开门声才又一次响起。那男人出去了。我长叹了一口气，整个人都蜷缩了起来，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。我该怎么办？我拼命地揉搓着我的双眼，这该死的眼睛什么时候能看得见？刚刚那个人递给我的药，我只是假装吃了，其实在我手里攥着。我把药偷偷地摸索着扔到了垃圾桶里。每次吃完药，我都会快速地睡过去，从来没有在晚上醒过来。这药一定有问题。门又一次被打开了，张明这次进来的声音没了刚才的小心翼翼，他快步走到我身边，轻声叫我的名字。我极力地控制住眼球的旋转速度，不能让他知道此刻的我是清醒的。张明确认我睡着后，一把将我的被子掀开，手掌从我的头一直摸到我的脚，边摸边不停地感叹：真滑。他的手指停在我大腿的位置，流连忘返，嘴里嘟囔着：就一直这样吧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他才恋恋不舍地将手从我的身体上移开，关门离去。我确认屋子里没有一个人后，整个人虚脱了起来，捂着嘴喘着粗气，泪水再次不停地滑落。这个人到底是谁？他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的老公张明又在哪？我要逃！但以我目前的状况，冲出家门一定会被抓住。我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中。不知何时我睡了过去，再次醒来的时候，我突然感觉到我的眼前有微弱的光亮。我仔细辨认，居然是透过窗户的晨光。我隐约能看到外面的景色，虽然不是很清晰，但是我可以看见了。我内心狂喜，这样我就有机会逃跑了。听到了开门的声音，我又重新闭上了眼睛。张明轻轻地来到我面前：老婆，该起来了。我假装像往常一样刚刚睡醒。张明沙哑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：老婆，你能看得见吗？我赶忙摇头说看不见。下一秒，老公的脸凑到了我的面前，我忍不住捂住嘴发出了尖叫。怎么会是蒋哲？蒋哲离我又近了一步，目光炽热，用他平常的嗓音说着：老婆，你看得见了。2018年11月，为了节省房租，我租了一间单身公寓。看着破旧的大门，我问房东能不能帮我换个门。这门很结实，这么久都没出事，换不了。看着房东坚定的眼神，我有些无措。可这房租确实便宜，我便咬咬牙租了下来，喊人上门换了锁。2019年1月，出差了好几天，听说前2天好几户人家门锁都被撬了，被偷了好些东西。隔壁的小情侣家被偷得最狠，连晚上吃剩下的排骨汤都被连锅端走了。看着小姐姐唉声叹气借菜刀的模样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她。我仔细检查了我家的门锁，似乎没有被撬开的痕迹。2019年2月，过年回来后就听房东说要涨房租，原因是他帮我们这栋楼找了一个守夜值班的大爷，还是因为之前遭小偷惦记的事情，房租涨了500，让本不富裕的我雪上加霜。上个月同事还让我和他合租，看来我得考虑一下了。2019年4月中旬，最近总加班，回家的时候都已经凌晨了，钥匙孔又生锈了，抽空得找个师傅看看了。最近这么晚还有人搬家，也不知道是谁家的。2019年4月下旬，没想到我居然遇到了这么可怕的事情。闺蜜在我家玩了2天刚走，却突然有人敲了我家的门。这种单身公寓都没猫眼，开始我以为是闺蜜去而复返，但我问了门外好多遍，却没有任何人回答。楼道的脚步声响起，特别清晰，一直在门口徘徊，一下一下踩在我的心头上。我再次下定决心，一定要搬家。2019年5月，最近我失眠更严重了，因为从那天之后，我经常在深更半夜听到门外有脚步声，在走廊里走来走去。我问过房东了，他说应该是大爷在值班。难道真的是我多想了？不对呀，大爷一般不是到凌晨1点左右就休息了吗？我难道幻听了？突然想到隔壁的邻居都搬家1个多月了，可我也总能听到他家似乎传出来有人念叨的声音。不行，太恐怖了，我还是得搬家。2019年6月，我被人盯上了。我刚从快递站取完快递，便往家走去，突然
我察觉到了不对劲，我的身后好像一直有个人在跟着我，我吓到了，直接僵在了原地。但更可怕的是，身后的人竟然也不走了。我们就这样僵持了许久。没过一会儿，我疯了一般冲上了楼，头都不敢回。我赶紧冲到了家门口，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但因为钥匙孔生锈，我一直没能打开。此时他已经走到了我的身后，正站在那里看着我一动不动，然后打开了隔壁的房门。2019年7月，我终于搬走了。听房东说，隔壁那个小伙精神不太正常，他总喜欢跟着女孩屁股后边跑，但都没恶意。可我再也受不了了。自从我知道他住我旁边之后，有一天晚上，我仔细听了一会儿隔壁的念叨声。这次我终于听清楚了，他竟然一直重复念叨的是我的名字。凌晨，我踏上了回家的火车。考虑到起身来去都比较方便，我买的是下层的卧铺。昏暗的车厢里此起彼伏响着呼噜声，我疲惫地躺在卧铺上刷着手机，伴随着车厢的晃动，困意渐渐向我袭来。可没想到的是，接下来发生的是让我终身难忘。睡得迷迷糊糊间，我突然感觉一团黑色的东西似乎在向我靠近，他的视线一直在上下打量着我，这种黏腻的感觉让我非常不舒服。我想翻个身，却发现自己浑身都动弹不得，下意识以为自己是在鬼压床，因为之前经常遇到这种情况，所以并没有太在意。直到一阵风呼地吹在了我的耳边，这风怎么是热的？我瞬间吓得睁大了眼睛，大口大口喘着气，望了眼周围，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侧边的铺子上，一个大姐依旧在打着鼾。我咽了口口水，看了眼窗户外，天色依旧黑着。我拿起手机，没想到才4点多，好像做噩梦了。我顿时松了口气，但是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了。终于回到了家，我立刻窝在了床上，想睡个回笼觉。刚掏出手机，就发现有好多未读消息，都是来自一个名叫花开富贵的人。我印象中似乎没有这么一个好友。直到他的下一条消息发来，我的脑袋轰的一下炸开了。晚上睡觉别总踢被子，昨天晚上帮你盖了好几次，你的手和身上都是凉的呢。冷汗一下子打湿了我的后背，他的话瞬间让我鸡皮疙瘩爬满全身。昨天晚上，那不是我在火车上的时候吗？我点开了他的头像，照片应该就是本人，一个两眼无神、长相猥琐的中年大叔。可我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。男人见我许久不吱声，再次发了消息过来，这是一张我的照片，而照片里是我在火车卧铺上熟睡的样子。你睡得可真香。他的话让我像吞了苍蝇一般，脸色差到极致。想到我睡觉时，一个陌生的男人在对我动手动脚，甚至用我的手机加了好友，我竟然丝毫不知情，顿时让我觉得毛骨悚然。你个变态，我要报警！男人看到我的消息，瞬间安静下来。等我再去指责他时，我已经被他先一步拉黑了。警察根据我提供的信息，很快锁定了他。他是跟我同车厢的乘客，承认了自己因为看到我独自上火车，这才动了歪心思。如果许久未见的朋友突然联系你，你会害怕吗？在吗？坐在沙发上玩手机的我，突然收到了一条消息。我皱了皱眉，这不是珊珊吗？想着毕业以后也快5年没联系了，突然间找我，这是出来喝点吗？想你了。也许是看到我没回复，他又发来2条消息，喝点。珊珊她心情不好吗？想着我俩上学时关系一直还不错，又看了眼地方离我这里不是很远，于是我欣然答应了他。我顺着导航走了过去，明明是我每天都会路过的街道，今天却格外的让人陌生。到了地方后，眼前的景象让我十分意外，因为我竟然走到了一处拆迁大楼门口，阴森的大楼散发着破败的气息，隐隐让我有些不适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我嘴里嘟囔着，于是我立刻给珊珊发了消息，我到了，你在哪儿？等了好一会儿，他也没有给我回复，周围没有一个人路过，我顿时有些害怕。一阵风吹过，我吓得整个人都紧绷了起来，抱紧自己的手臂，有点不敢在这里等下去了。我赶忙给珊珊打去了电话。突然，一阵手机铃声悠悠地响起，在这寂静的夜里显得极为刺耳。我吓了一跳，愣愣地站在原地，耳听着声音越来越清晰，却迟迟没有人接听。不对，冷汗瞬间从我的额头滴落，这铃声竟然是从我身后漆黑的大楼里传出来的。我吓得根本不敢回头，立马夺命般跑了起来。回到家的时候，我的心还依旧砰砰直跳。再看了眼手机，珊珊再没有给我回复任何消息。直到第2天，闺蜜来我家玩，想到她和珊珊是一直有联系的，我便把昨晚这件事跟她讲了一遍。啊，她不是在家带孩子吗？怎么有时间这么晚出来找你啊？你等等。闺蜜直接给珊珊打去了电话。没过一会儿，我看见闺蜜脸色肉眼可见的发白，随后她按下了扩音键。啊，我没联系他呀，我手机啊前几天被偷了，才补的卡。那昨晚找我的是？
这是一段我在加州留学时候的经历。那天我和男友一拍即合，准备去山上露营。我们到地方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，升起篝火后，我们就坐在帐篷外边，一边喝着酒，一边吃着披萨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我突然注意到男友身后的荒草丛中好像有什么东西，因为附近的草比较高，映着月光看去，就像是一张笑着的脸隐在那边。因为我本身有点近视，又想到附近这么荒凉，也不太可能会有人，怕破坏了气氛，索性就没跟男友说，继续喝着酒，和男友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，但眼睛还是会时不时瞥向那个位置。10几分钟过去了，那个东西一动没动，我心想着可能是挂了个气球或者什么的，所以干脆就没太放在心上了。不久我们就一起钻进帐篷休息，聊了会儿天后就决定要睡觉了。我也习惯性的和男友说了晚安，男友还半坐着身子在那整理帐篷的边角，没来得及回话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一个男人低沉的声音也回了一句 Good night。 我确定我没有听错，那个声音就在我旁边，是从帐篷外传进来的。我吓得一个机灵，眼睛看向了男友，男友也愣在原地，脸色苍白地看着我，随后就用口语示意我，那意思是你听见了吗？我也惊恐地马上点头，连大气都不敢出，心砰砰直跳。我突然反应了过来，刚才在外面绝对不是近视眼看花了，而是在黑暗中一直有个人在盯着我们。我一把就拉住了要出去的男友，眼神示意说别出去。直觉告诉我，外面那个人肯定不正常，我怕男友受到伤害。我俩谁也没说话，就那么静静地坐在帐篷里边，支着耳朵听外边的动静。外边除了呼呼的风声，就再也没有其他动静了。坐了10几分钟之后，男友终于熬不住了，大叫了一声说谁呀，然后猛地起身出去了。我也紧随其后，发现外边空空荡荡，就不知道那个人是走了还是继续又躲在了草丛里边。男友拉着我说这个地方不能待了。随后我俩带上手机和重要的东西，连帐篷啥的都不敢收了，直接就上了车。男友开车的时候还紧张地跟我确定是不是真的听到了那个声音。我忍不住透过后视镜望了过去，黑暗中那个人就站在车后不远的地方盯着我们。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卧室里打着游戏，突然听到有人用钥匙开门的声音。起初我并没有感觉到害怕，因为我是和闺蜜一起住的，她通常回来的也比较晚。听到鞋柜打开的声音和换拖鞋的细碎声，这让我更加坚定了门外的人肯定是闺蜜。就在我一把游戏结束之后，我隐隐觉得有点奇怪。按往常来说，她回家之后都会来我这屋子聊会天，但是今天家里出奇的安静。我正想开口问一嘴的时候，突然手机来了一个电话。然而这个电话比较奇怪，因为显示的号码正是家里客厅的座机，也就是说现在有一个人正在用客厅的座机给我打电话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想着有可能是闺蜜的恶作剧，我下意识的就按下了接通键。但就在电话接通后，话筒里和客厅同时传来了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：姐姐，我的脑袋轰的一下炸开了，他是谁？为什么会进到我家里？我虽然感到非常的惊悚，但是又不知道从哪里滋生出一种勇气和愤怒感，壮着胆子对手机吼道：你谁呀你？怎么进来的？可能是他被我的话镇住了。接着门外传来一阵仓皇的脚步声，随后就是开门的声音。外面很快陷入了一片寂静，我浑身止不住的颤抖，犹豫了许久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缓缓地打开了卧室的门。我在客厅里巡视了一圈，确实没有任何人的身影。我终是松了一口气，快步走到大门口，准备将门反锁。然而靠近了，我才发现一只骨节分明、粗糙的大手正握在我家的门框上。我死死地捂住了嘴巴，生怕自己吓得喊出声来。这人竟然没有走，他一直守在门口，等待着我走出去。我咬紧嘴唇，下一秒用力地踹了一脚房门，只听门外那人一声惨叫，我用尽全力将门反锁住。等回过神来时，才发现自己早已经泪流满面。门外的男人似乎并不甘心，用力地拍打着房门，他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着，可我却不敢再发出任何声音。我翻找着手机准备报警，随后便死死地抵在了门上，甚至我更没有勇气去看猫眼。砸门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，我捏紧手机，祈祷着帽子叔叔能快点来。谁呀？大晚上砸什么门？你想干嘛？隔壁邻居大哥洪亮的嗓音透过门缝传来，那人似乎也吓了一跳，只听到一阵仓皇的脚步声，门口彻底没有了动静。后据调查得知，男人是的网友，隔着屏幕说一直很喜欢我，甚至愿意为了我去整容。看着他疯狂的言语，我有些害怕，便直接把他拉黑了。没想到他竟然能找到我家里来，又从门口的地垫下面发现了备用钥匙。男人也很快被帽子叔叔控制住了，我真的是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。我住在公司附近的一间老式公寓里，房子的设施比较陈旧，而且面积也不大。
那天我和往常一样加完班回到家，正在我掏出钥匙准备开门的时候，突然传来一声奇怪的响动，把我吓了一跳。谁？我下意识地问了一句，然而回答我的却是一片寂静。因为我住在公寓的顶层，再多上半层楼就是这座公寓的天台了，上面堆着很多杂物，按理说应该不会有人在那里，可这声音显然是从上面传过来的。映着昏暗的灯光，我朝天台走了过去。当我靠近时，突然看到2颗幽蓝色的珠子在黑暗中晃动，我吓得差点喊出来。可下一秒，一个毛茸茸的小家伙伴随着喵呜的叫声走了出来，原来是一只小猫咪。看到是它，我整个人放松起来。我打小就很喜欢猫，对于小猫更是没有抵抗力，索性我就从包里掏出了零食喂给了它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只要我听见天台有猫叫声，我都会带一些水和食物去找它，这仿佛成为了我俩之间的一种默契。可直到一天晚上，我加班刚回到家，大概是晚上10点多吧，又听到了隔壁天台上传来了一阵猫叫声，我便和往常一样，拿起食物和水准备去天台找它玩。然而就在我一边端着水一边往楼上走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好像不太对劲，猛地停下了脚步，站在台阶上仔细听着。听着猫叫声，我心头一紧。凭我多年的养猫经验判断，这绝对不是普通的猫叫声，这猫叫声的频率一模一样，没有丝毫的起伏，就好像是有人在可以模仿着猫叫的声音，想要吸引我过去。我的冷汗直流，尽力克制住自己微微发抖的身体，小心翼翼地往后退去。就在我关上门的那一刻，我腿软地蹲在了地上。天台上的猫叫声一直没有停止，它连着叫了几声后还会停顿片刻，就好像在判断楼道这边的动静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收拾好行李搬走了，但我永远记得自己从楼梯退回来时听到的那几声猫叫，感觉已经模仿的有些懈怠或是不耐烦了。而这个学猫叫的人很可能已经观察我一段时间了，知道我去天台喂猫，知道我是独居，甚至知道我晚上回家的时间。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对面楼层的女人了，难道她真的出事儿了？她窗户上的图案又代表什么呢？我是一个失败的小说作家，因为作品销量一直不佳，收入也得不到稳定的保障，被迫我只能搬进了这所廉价的公寓楼。也是偶然的契机，正当我在窗口思索剧情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那个女人，她似乎没有拉窗帘的习惯，略显昏暗的灯光下闪过一个窈窕的身影，窗户里只看到她那修长的手臂将身上的衣服一件件扔在床上，很显然她是要去洗澡。于是我盯着对面无人的房间看了一阵子，那也是一间卧室，只是陈设十分简单，从这里看过去房间里的情况一览无余。一开始我感到有些不可思议，但时间一长，我也就自然接受了，毕竟我也是女人，就当作是同性之间的互相欣赏吧。某天我再次坐在窗口苦思冥想的时候，熟悉的景象消失了，他今天居然破天荒地拉上了窗帘。我原本以为他终于有了保护隐私的意识了，可1周过去了，我隐隐感觉到了异常，因为这段时间他的窗帘一直没有拉开过，甚至窗台上的衣服也很久没有收回去了。更不对劲的是，今晚我照例在窗口看着对面黑乎乎的楼层发呆，突然我注意到对面阳台的窗户上似乎多了一些图案，那是一个用深红色颜料涂抹上去的，乍一看甚至觉得像是人血，整个图案看上去歪歪扭扭的，毫无章法，这显然是慌乱之中画出的东西，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情急之下，我甚至开窗探出头，换各种角度去看，这才终于有了眉目，一板一眼地念出了2个字幕 SO。 我被自己画吓了一跳，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战。他真的出事了吗？我紧张地想拿出手机报警，可转念一想，我又该怎么解释？我偷窥到对面窗户上有一个好像求救信号的图案吗？晚上我辗转反侧，这如果是真的，我怎么能见死不救？经过了一夜的思想斗争，我最终还是决定到他家去看一看。在去的路上，我一直祈祷着，希望这只是虚惊一场。跟随着楼上的邻居，我成功进入了他所在的大楼。我可以进来，那么其他人也可以。这么一想，便越发的相信自己的猜测了。我忐忑地站在房门前，轻轻地敲了几下门，下一秒，门居然被我缓慢地推开了一条细缝，门没锁。我推开了房门，有人吗？喊了几声，依旧没人回应。我缓缓地推开了门，似乎是因为窗帘被拉上的缘故，里面十分昏暗，什么东西都看不清。我咽了一口唾沫，回头看了一眼走廊，在确认无人之后走进了房间。屋里光线昏暗，我明明是来救人的，可却有一种做贼的感觉。我不敢开灯，只能用手机屏幕微弱的光照明。屋子里的地板上凌乱不堪，我一边回忆着通过窗户看到的情况，一边寻找着正确的方向，蹑手蹑脚地摸进了我记忆中的那间卧室。卧室里的情况令人触目惊心，原本整洁的床单变得又脏又皱，床单上还能隐约看到斑斑血迹，
难道他真的出事儿了？